怀孕3个月后，一向和我水火不容的婆婆端了碗粥给我。当天晚上，我就被送进了急诊室。在抢救后，得知我的孩子没了。本以为这是婆婆最后的手段，却没想到这只是我噩梦的开始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叫李梅，是一个孤儿，不过现在在一家上市公司做高管。我和我的婆婆一直不和，可以说是那种见面就会吵架的关系。婆婆比较古板，信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一套。在我头一次跟着宋冬去她家时，婆婆就不停地在我耳边念叨以后好好待在家里相夫教子，乖乖听宋冬的话，什么赚钱之类就交给宋冬。为此我感到很是无奈。宋冬不就是我公司里的一个小职员吗？婆婆哪里来的这种底气？但一想起以后我是和宋冬过日子，又不是和婆婆在一起，我也就忍了下来。况且从小孤身一人的经历让我迫切地想要有个家，而一向对我爱护有加的宋冬就是不二的人选，所以我们还是结婚了。你怀孕了，是个女孩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耳朵里一直还盘旋着医生告诉我的话。我已经怀孕3个月了，并且还是个可爱的小公主。这对于我来说，简直比开拓了一个新项目还要令人激动。在结婚后，我和宋冬便一直积极备孕。我无数次地告诉宋冬，我想要个女孩，把她养成一个小公主。如今我即将要达成我这个愿望。我甚至给领导请了假，第一时间就告诉了宋冬这个消息。回到家里时，我觉得我脸上的笑容也没有减少。我轻轻地抚摸着小肚子，感受着里面的生命，我像是能够和我的小公主交流一样。不过一回家，我便闻到了房间里有着一股不一样的味道，让我后背上顿时起了一层密密麻麻的鸡皮疙瘩。这是谁的狗？当看见出现在我面前的这只大狼狗后，我吓得直接尖叫了一起。小时候在孤儿院时，我被一只野狗撕咬过，幸亏院长来得及时，不然我早就小命不保了。也就是从那时候起，我对狗这种动物有着发自内心的抗拒和害怕。仅仅是闻到狗身上的味道，我就浑身不自在。我捂着鼻子冲到了洗手间，趴在洗手台上发着干呕。这到底是谁的狗？怎么会出现在我的家里？难道宋冬忘了我怕狗这回事儿了吗？我隔着门缝手里握着拖把，愤怒地看着客厅里那条紧盯着我的狼狗。大惊小怪干什么？都多大个人了，一条狗就把你吓成这样？这时，婆婆竟然出现在了洗手间门口，正冷冷地看着我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条件反射地问道。打心眼里来说，我是很不想看见这个封建的婆婆。和她待在一起，我的日子注定不会安宁。我怎么不能来？这是我儿子的家，我为什么不能来？难道你还怕我发现你背着我儿子偷人吗？婆婆一如既往的咄咄逼人和胡搅蛮缠，从她嘴里说出这种恶毒的话，我一点也例外。只是瞬间就让我的眼泪夺眶而出罢了。这是我家，我指着她的鼻子，用我平时从未有过的大声吼着。这是我婚前买的房子，什么时候就变成宋冬的家了？你家不就是我儿子家吗？三从四德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，难道从小没人教过你吗？婆婆眉头一皱，毫不退让地用冷漠的语气瞪着我。而那条大狼狗在听到我们的争吵后，也大步来到了洗手间门口，一人一狗将我堵在了里面。面对已经炸毛、嘴里发着低吼声的大狼狗，我深吸了口气，仍旧是提不起半点勇气来。哦，我倒是忘了，
你从小就没人教，所以以后你最好老老实实的听我的话。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。”见我如此，婆婆得意洋洋地笑着。在这一人一狗走远后，我迅速地跑出了洗手间。婆婆嚣张的声音还从我背后传来：“这可不是狗，这是我的小儿子，你的小叔子，你最好对他好一些，不然我非得教训你不可。”我紧拽着拳头，刚想回头和婆婆展开一番激烈的说辞，便看见那只大狼狗正咧着牙，狰狞地看着我，顿时吓得我关上了卧室门。我气恼地坐在床边，剧烈的呼吸让我的胸膛跌宕起伏。我相当气愤，为什么婆婆会来这里？宋东为什么不提前给我说一声？我的房子除了这间卧室以外，竟成了婆婆的主场。她还在外面哼着小歌，肆无忌惮地占领了属于我的地盘。终于在傍晚时，宋东回来了。我还没看见他，便已经听见了婆婆带着哭腔正给他告状。婆婆说我不懂事，只知道气他，还准备把大狼狗给送走。随后宋东就面无表情地走了进来。他什么时候来的？我冷冷地问着。为什么宋东没和我交涉，就擅自做主把婆婆接了过来？梅梅，别生气，我妈病了。宋东急忙来到我的身边，温柔地拽着我的手解释着。在她小的时候，公公便去世了，婆婆含辛茹苦地把她带大，供她读大学，一直孤零零地住在乡下。这2年又因为孤僻得了病，情绪总是得不到控制。宋东怕我不愿意把婆婆接过来，所以今天趁着我上班的时候，将婆婆直接带了回来。听他这么说，我愣了愣，又无奈地叹了口气。他都已经说的这样了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难不成真的让他在我和他母亲之间选择一个？还是直接冷血无情地把婆婆赶出去？万一婆婆一个人在乡下真的出了什么事，该怎么办呢？那你让她把狗关进她屋子里，我见不得这个东西。最终我还是默许了婆婆和我住在一起的这个事实。咱妈一直待在乡下，说话嗓门大了些，不过她说的话还是挺有道理的。当然，如果你做不到，也不用强求。宋东放缓了语气，小心翼翼地看着我，可他的话就像是在替婆婆辩解一样，不外乎说婆婆是乡下人，思想古板，和我观念上有些冲突，让我多让让婆婆。等以后咱们孩子出生了，她整天忙着带孩子，哪有功夫管我们呢？宋东这句话才说到了我的心坎上。我无奈地抿着唇，冲着他点了点头。再熬几个月吧，等婆婆以后每天带孩子，也就没空找我的毛病了。而且宋东除了在婆婆和我这件事情上不能让我满意以外，其他事情还是很贴心的。我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家，我也不舍得和他分开。我更知道他夹在中间很难受。我和婆婆本来就互相看不顺眼，既然改变不了婆婆几十年的旧思想，我就尽量让让她呗。所以在做晚饭的时候，我积极地给婆婆打着下手，帮她淘米洗菜，把她的絮絮叨叨当成了耳边风。我尽量地试图缝合这个家。梅梅怀孕了。吃饭时，坐在主位上的宋东宣布了这个事情。我明显看见婆婆的神情，当时就愣住了，一脸欣喜地看着我。在我以为婆婆会关心呵护我的时候，婆婆对着我又是一脸劈头盖脸的训斥，说我怀孕了怎么还去碰冷水，下午为什么还要哭鼻子啊？一点不把他们老宋家的孩子当做一回事儿，万一出了什么三长两短，会让我好看的。一时间我也不知道婆婆到底这是在关心我，还是在骂我。梅梅，咱妈说的记住了吗？宋东也看着我开口说道，又重复了一遍婆婆的话。
我开点了点头。我想，这应该是关心吧，是怕我碰冷水，干活弄垮身子吧。妈，是个女孩。我和宋冬早就想要个女儿了。我高高兴兴地对着婆婆说着。只见婆婆的脸色一点点地寒了下来，面无表情地盯着我。女孩。我怀揣着忐忑点了点头。婆婆当即就放下了手里捧着的碗筷，扫了眼宋冬，又死死地盯着我。谁说我儿子喜欢女儿了？婆婆的问题让我蒙圈了。那不是宋冬以前自己告诉我的吗？在我疑惑时，婆婆干脆甩手离开了，嘴里还念叨着不争气的东西，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，娶这个媳妇有什么用？在婆婆回到房间后，我猛地清醒了过来。我不敢想象地看着宋冬，这年头还有重男轻女这么严重的人吗？就算我怀的不是儿子，他也不应该这么人身攻击我吧？生儿子生女儿是我能决定的事情吗？难不成我还堕胎，直到怀上儿子为止吗？宋冬嘴里还是婆婆乡下来的，没见识那一套。最后宋冬却悠悠地说了声其实更喜欢儿子。我气得直接把宋冬关在了门外，一整夜都没给他开门。第二天我起床的时候，宋冬已经去上班了。倒是婆婆头一次给我煲了粥。美美，起来啦，快喝粥。婆婆端着一碗热腾腾的粥冲着我笑着。好。我一愣，随后急忙应道。难不成她是终于想通了，想和我和解，以后我们就能好好的过日子了吗？还是说宋冬一大早就替我和婆婆谈过了，所以婆婆也正在试着改变呢？见着婆婆一直盯着我，我甚至都没有尝味道，咕噜咕噜的几口就把一碗粥喝了下去，然后感激地看着婆婆。美美，以前是我不对，冬子已经说过我了。婆婆主动开口跟我道歉。我条件反射的便说着没事，只要一家人能和睦地相处下去，以前的事情就算是过去了呗。我也不是那种小心眼的人。随后婆婆便提出要带我去乡下生活，说大城市里空气不好，闹腾得很，不适合养胎。乡下空气环境什么都很好。婆婆说的我很是心动，再加上她现在这个宠溺的态度，我很难拒绝。我揉着肚子看着婆婆忙里忙外地收拾着行李，她难得的没有使唤我，一个人任劳任怨。我想婆婆肯定是回心转意了，毕竟我肚子里的是她的孙女，所谓隔代亲还是很有说服力的。宋冬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有和我们一起回去，是我亲自开着车载着婆婆。我不是第一次去宋冬的老家了，距离我们这儿其实并不是很远，就是有很长一截山路。从出城后一直陪着我聊天的婆婆也安静了下来，静坐在副驾驶，我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。好不容易到宋冬老家时，已经是半夜11点过了。开了一天车的我疲惫不堪，只想着倒床就睡。不过我还是主动帮婆婆将行李收拾好。站住！你去哪儿？刚准备走出婆婆的房间，她冷漠的声音就从后面传来，我整个人都呆住了。婆婆这是又犯病了吗？怎么忽然又用这种恶毒的语气对我说话了？我回头不解地看着她。家里已经2天没打扫过了，不打扫干净不准睡觉。婆婆手里拿着一根鸡毛掸子，凶神恶煞地指着我。我尴尬地笑了笑，小心翼翼地说着这么晚不用了吧。可迎面而来的便是一掸子，重重地打在我的胳膊上，疼得我直咧牙。你疯了吧？我愤怒地一把将婆婆推开，她肯定又是犯病了。就在我准备离开时，那只大狼狗又堵住了我的去路。随后婆婆一连几掸子，毫不留情。
我的手腕、手臂处肉眼可见的肿了起来，几条紫红色的伤痕也相当夺目。我告诉过你，要听话，不然我让你好看。婆婆威胁着，扬了扬鸡毛掸子。我很想狠狠地在这个老太婆脸上给她几耳光，可在大狼狗的威慑下，我连动弹的勇气都没有。最终，在她的监督下，在疲惫和疼痛双重折磨中的我，花了2个多小时才将这栋小平房打扫干净。押着我进入房间后，婆婆甚至还从外面将我反锁在了里面，我却只能愤怒地在里面踹着门和她对骂着。这个老太婆是算计好了的，她故意示弱，把我骗到了这里。我紧咬着牙，试图从包里找出手机来报警。她这是非法拘禁我。这时我才发现，她竟然早就把我的手机给偷走了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婆婆每天带着她的大狼狗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，指挥我干这个干那个。但凡我迈出家门一步，就会被她拽回来，狠狠地殴打一顿，连个带把的都生不出来。这是我这些天听过最多的话。婆婆毫不掩饰地嫌弃着我肚子里的小公主，她重男轻女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，一点也没有回旋的余地。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你以为你软禁我，我就会对你百依百顺吗？我实在是受不了了，放下了手里的扫帚，冷冷地看着婆婆。我可以保证，即便我被那只大狼狗撕咬，我也能让这个老太婆掉块肉。这种日子我再过几天，我怕是要疯掉了。婆婆难得的没有殴打我，反倒是站在原地意味深长地对着我笑着。从那天早上起，算算时间，应该就这2天了吧。她还喃喃着奇怪的话，让我相当摸不着头脑。也就是这个时候，我的腹部一阵疼痛，里面的肠子像是绞着了一样，我痛苦地捂着肚子，踉跄地摔倒在了地上。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我忍着疼痛，咬着牙指着她问道。没什么，按照祖传的堕胎药让你吃了几天而已。婆婆冷笑着，她继续说着，我肚子里的是赔钱货，根本不配来到这个世界，他们老宋家只需要带把的种。你这个畜生，她可是你的亲孙女呀！我整个人都崩溃了。就因为我肚子里是个女儿，她就残忍地给我下药，让我的小公主永远离开我了。她脑子里到底想的什么？连自己的亲孙女都下得去手，她还是人吗？我的下体流出了大股大股的鲜血，正在一点点的肆意，可我却懒得理会。我心如死灰地盯着婆婆，但凡我现在有任何的力气，我不介意和她同归于尽。我要给我的女儿报仇。怎么会这样呢？老祖宗的东西怎么会有错呢？我看着婆婆着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一样，在原地打着圈圈。想必我现在这个血崩的样子吓到她了吧？你不能死，你是我儿子的东西，你不能死！婆婆激动地拽着我的双肩，狠狠地摇晃着。可我的意识却渐渐地模糊了起来。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昏迷了多久，反正映入眼帘的是医院的病房。婆婆正涨红着脸和宋东争吵着，他们俩应该还不知道我已经醒了吧？宋东难得地责怪婆婆，责怪她不应该对我下药。我心里才升起一丝丝的庆幸，便被宋东接下来的话给冲散了。宋东告诉婆婆，他本想着劝我来医院打胎的，犯不着用乡下的土办法，现在好了，差点闹出人命来。而婆婆依旧没有认识到自己犯下的罪行，嚷嚷着这法子家里用了好几百年，是不会出错的，肯定是我平时不干活，身子骨弱，丢了命都活该。还说我反正是个生不出儿子的贱骨头。我气得用颤抖的食指指着他，愣是说不出个字来。
我简直是想把他杀了的心都有了。到底是多么厚颜无耻的人才会在做了这种事情后还如此振振有词啊！我要杀了你！我也不知道自己哪来的力气，反正我直接从病床上跳了下来，直接冲到了婆婆的身前。我双手狠狠地掐着她的脖子，任由她在我身上拍打，也无动于衷。我要杀了眼前这个老太婆，给我女儿报仇！美美，住手！还是宋东一把将我扯了出去。儿子，这就是你媳妇吗？还有天理了吗？儿媳妇要杀婆婆了呀！婆婆却是摆出一副委屈的样子，指责着我，然后干脆坐在了地上，可怜巴巴的叫苦不堪。她的这副变脸样子，真是让我望尘莫及。不过，却让病房外那些被吸引过来的人成功上了当。他们一个个都指责着我，说着这个小地方独有的方言，对我声讨。听到这些同样恶毒的话，我脑袋一热，又昏迷了过去。当我再次醒来时，病房里只有宋东。婆婆应该是被他叫回去了。看着我醒来，宋东欣喜地握着我的手掌，焦急地询问我有没有什么哪里不舒服。我愤怒地抽回我的手，冷漠地盯着宋东。我们离婚吧，我对着他说道。我们俩之间的感情随着婆婆的到来已经一点点地消散了，最重要的羁绊也被婆婆粉碎了。我觉得我和宋东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了。宋东的手明显一颤，他试探性地问我还有没有回转的余地。我狠狠地摇着头。长期以来，在我和婆婆的战争中，她从来没有给予我任何的支持，反倒是因为她的缘故，我被那个恶毒的老太婆指手画脚，最后连我的女儿都没有保住。她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窝囊废，没有一点男子气概的妈宝男。不管宋东怎么挽留，我都无动于衷。那你能不能不找我妈的麻烦？可笑的是，宋东现在还为了那个恶毒的老太婆和我讨价还价，没的可是他的女儿啊！他一点情绪都没有，满脑子都只想着他的老母亲。他在怕我回去以后报复？不会，我冷笑着，别过了头。我为我这些年的有眼无珠感到懊悔。我是眼瞎了才会和宋东结婚，闹到这个地步，是我咎由自取。至于动手报复那个老太婆，她不配，只要她这辈子别再出现在我面前就好了。我对这母子俩是半点情绪都提不起来了。见我点头，宋东欣喜若狂，更是直接把我一人丢在医院里跑了出去。我心想，他应该是回去报喜了吧。我也更为自己以前的眼瞎感到懊悔。在出院后，我想出了10000个办法为我的女儿报仇。虽然我答应过宋东不会把那老太婆怎样，但很多事情是不需要我亲自动手的。我只需要回去就把宋东开除，以宋东那个文化水平，他简直就是断了财路。在我来到宋东家准备开车回去就把他扫地出门时，婆婆正坐在院子里嗑着瓜子。你还知道回来呀？我那时候就没住过院，发高烧还上山割猪草。迎面而来的就是一顿对着我的输出，他好像已经忘记了自己犯下的过错。我已经准备和宋东离婚了，以后你爱怎么闹腾就怎么闹腾。我冷笑着，懒得和他多说什么。什么？你怎么敢啊？只有我儿子羞你的份，哪有你提出离婚这一说法？少许后，婆婆在院子里隔着窗户冲着正在收拾东西的我破口大骂着。她应该是被我吓到了吧，只是骂了一会儿就没了声音，我也清静了不少。只是我拖着行李出来后，可把我吓了一跳。院子里除了婆婆以外，还有3个和她差不多年纪的老太婆，她们手里都牵着一只大狼狗，再次将我堵住了。让开！我鼓起勇气，
皱着眉头冲着他们说道：“就是这个女人，我帮她处理了赔钱货，她还想和东子离婚。”婆婆指着我，对着身旁的3个老太婆说着。那3人立刻对我发起了语言讨伐，呵斥我不懂事，不懂婆媳尊卑。你这个死老太婆，有本事你就杀了我，不然我回去以后肯定让你好看。我也不甘示弱地威胁着。我赌婆婆这个老古板老太婆也没有胆量把我杀了。既然现在我连死都不怕，我还有什么畏惧的呢？你这个小贱人！婆婆直接松开了狗链子，4只大狼狗立刻朝着我扑了过来，婆婆手里拿着一根擀面棍也紧随其后。我并没有被狼狗撕咬，可婆婆的擀面棍却重重地落下。大病初愈的我再次如释重负地倒了下去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汪汪汪！我听见我的耳边传来了狗叫声，我猛地惊醒了过来。这是一个巨大的铁笼，我被关在了笼子里。在我的身边，4条硕大的狼狗和我关在同一个笼子里，它们现在正目不斜视地盯着我，口水大滴大滴地流着。啊！我吓得放声尖叫。我竟和这种我根本提不起勇气的生物关在了一起。这才发现，这是一处巨大的地下室，我全身上下光溜溜的。可4条狼狗在我身边，我根本不敢动弹，我只能抱着身子蹲在地上蜷缩成一团，生怕它们撕咬我。这时，婆婆进来了。你们干什么？我保证不报复你，求求你放了我。我急忙对着她说道，我一次次地保证着以后也不会找她麻烦的。我只想离开这个恐怖的地方。哼，你知道一句话吗？婆婆坐在笼子外看着我，她又缓缓说着：“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”婆婆呵斥着我，既然嫁给了宋东，就应该老老实实的和宋东过一辈子，不应该产生反抗的念头。就算真的要离婚，也只有宋东离我的份，而不是我提出离婚。在他们这个村子，女人从来都是听男人话的。听我儿子说你是孤儿，果然是个有娘生没娘养的小贱人。我这就替你娘好好的教教你什么是婆媳尊卑、为妻之道。婆婆从旁边一个破旧的塑料袋里掏出了一大把的狗粮，渐渐地朝着我走了过来。我身旁的4只狼狗也发出了低沉的声音，好像是要捕猎似的，吓得我大气都不敢喘一口。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婆婆走到笼子旁边，然后命令我躺下来。我刚想拒绝，婆婆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那4只狼狗又朝着我逼近了，甚至其中1只还伸出舌头在我的后背舔着。我只好乖乖地躺在这个大笼子里。我意识到婆婆要做什么了，果然，她把狗粮撒在了我的身上。4只狼狗顿时狼吞虎咽地在我身上进食，有些时候它们尖锐的牙齿还刮破了我的皮肤。瞧瞧你这个样子，以后你也要像现在这么听话，我让你做什么，你就做什么。婆婆放肆地笑着。我余光看见她拿出了手机，对我录着像，嘴里还念叨着我这样才乖，千万别反抗。我的自尊心彻底被她踩在了脚下，我浑身颤抖地紧拽着拳头。哟，还生气了？听我儿子说，你好像很怕狗啊。我的小动作没有逃出婆婆的眼睛。在她又塞了一把狗粮在我手里时，我不停地说着不要，可她没有半点怜悯我。几只狗舌头迫使我不得不松开手来。我甚至连生气、愤怒都已经做不到。一连几天，婆婆利用4只随时可能撕碎我的狼狗，一点点地摧毁着我的自尊心。她还告诉我，以前她也是这么被调教过来的，最后变得对她婆婆服服帖帖，知道了什么叫做相夫教子。每天晚上，
她都会把她当天拍摄的时候放给我看。看着赤身裸体的我被4只狼狗舔舐全身，我也和4只狼狗一起睡了好几天。我浑身臭烘烘的，它们甚至把我当做了同类。我仅存的一点点心高气傲也即将消失。出来！这天，婆婆打开了铁笼，冲着里面的喊我。我在短暂的呆滞后，迫不及待地跑了出来。跪下！婆婆一声呵斥，吓得我当即就跪了下来。见她满意的点着头，我这才放心地长吐了口气。今天她像是在检验自己这段时间的调教成果一样。她让我给她洗脚，我一边搓着她的脚，她一边告诉我以后要多么听话，不能和宋东抬杠。宋东说的就是对的，他说的也是对的。我不停地点着头，我只想着离开这个鬼地方。如果你再犯，我就再把你弄过来。下次可不是这么简单了。最后婆婆又威胁着我，我吓得脖子一缩。她这才把我带去了一处水塘，让我在里面好好洗洗。我也顾不得什么干不干净，直接跳了下去，狠狠地搓着全身。我很想把我身上那些臭烘烘洗干净，更想把那些狼狗舔过的地方直接给剥掉。在婆婆的催促中，我穿好了衣服，乖乖地跟在她的身后。我重新回到了我的家里。至此，我做起了我最讨厌的家务，一切都亲力亲为，在婆婆的指挥中变成了忙碌的机器人。我继续忍耐着，我无时无刻都想抢回那个手机，获得里面的证据，然后报警。可我发现，婆婆除了在每天晚上播放视频给我看，试图继续摧毁我的自尊心以外，每天都把手机反锁在屋子里，我连门都进不去。我也只好继续委曲齐全着，扮演着一个乖儿媳的样子。我的举动也让婆婆一点点地放弃了警惕性，她洋洋得意地认为自己的调教起了作用。终于，在一次我趁着她洗澡的功夫，借口帮她洗衣服，将手机偷了出来。她的手机根本就没有密码。我自己找到了那些视频，我头也不回，一口气跑了出去，在路上无视了打进来的无数个电话。我拨通了报警电话，把我囚禁的事情连带地址统统告诉了警察。也就是这个时候，那4只大狼狗追了出来，吓得我直接躲进了旁边茂密的杂草堆里。可我远远低估了狗这种动物的嗅觉能力，它们径直地朝着我这边跑了过来。别过来呀！我着急的都快哭了出来，一旦被他们发现，我肯定会被那老太婆抓回去的。在这个全是她眼线的地方，我根本没有机会再逃，甚至连警察都不一定能找得到我。当4只狗来到我身边时，我吓得差点瘫倒过去。我眼睁睁地看着它们靠近我，来到我的身边。这时，只要它们其中任意一只发出声音，那远处已经跟出来的婆婆肯定会发现我的。我万万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，4只大狼狗只是喂着我，在我的身上舔了舔，便又跑了出去。该死！那小贱人跑哪儿去了？站在杂草外的婆婆环顾着四周，大狼狗在她身边转着圈圈。很快，婆婆带着他们离开了。我庆幸地坐在地上，饱含热泪地望着4只大狼狗。我想，应该是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待在一起，他们也开始亲近我了吧。在半个多小时后，我带着警察回来时，那个满脸恶毒、刚想对我发火的婆婆直接吓得瘫坐在了地上。至于宋东，他当然也没有什么好下场。他们母子俩都进了监狱，宋东这个妈宝男也可以在监狱里继续照顾他的妈妈了。在离开这2人后，我只觉得这个世界都是美好的。我更是从公司辞了职，卖了房子，带着我这辈子都花不光的积蓄去了下个城市，
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。我再也不怕狗了，因为它虽然长得很吓人，却远比有些人要更容易亲近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